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5年的6月10号，今天是星期二，每周二欢迎大家来跟我一起学习中文，而且每周二呢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好，那老师会说一则很有趣的故事，而且会问你们一些故事里面的问题哦。好，老师看到了裴静、林子、Henny， 欢迎来听老师的直播课，记得帮我点赞，支持老师，也可以成为老师的 YouTube 会员，每个月只要1杯咖啡钱就可以支持我了。好，那么今天我们的故事呢，比较奇幻，比较科幻。什么叫科幻？就是比较像英文的 science fiction， 有一点点科学，又有一点点奇怪、奇幻哦。好 ，Hello Hardwin， 好，今天我们的故事叫做勇士。勇士，这个算是一个科幻故事哦。好，谁帮我打一下科幻 science fiction？ 好。那么什么叫勇士呢？通常指的是一位很勇敢的人。那这个勇敢的人通常会拯救比较弱小的人啊，所以这个勇士，我们生命中有没有遇过一些勇士呢？可能有啊。如果这个人很勇敢的拯救人类，或者是做一些勇敢的英勇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叫他勇士。对，科幻故事非常好。Hello Sicom， 还有 Alexander 佩霞，对，科幻林子写对了啊，科幻这个是一个科幻故事啊。有时候我们有一些男生特别喜欢看科幻电影啊，包括像太空的啦、外星人的啦，这些都是跟科幻电影有关的。Hello Mandarin， 好 ，OK， 这头野兽来自外太空，头上长着。不是长哦，长着。好，头上长着2个弯弯的角，它吃了很多地球人。好，那么我们现在照片里面看到了一头野兽。什么叫野兽呢？通常在野外，可能在森林里、树林里，这种野兽呢，通常很凶猛，可能看到人会攻击人类或吃人。好，但是这头野兽不是地球上的野兽，它是来自外太空 outer space 外太空的野兽，所以它是算是一个外星生物吧，我们可以叫它外星生物。好，那这头野兽头上长着2个弯弯的角，有一些动物的头上呢会有弯弯的角，像牛，像一些鹿，像一些羊，它们的角不是直的，是弯的。弯的。好，他吃了很多地球人。好，他来到地球之后吃了很多地球人。哇，听起来蛮恐怖的，对不对？好，这野兽不怕任何武器，它只怕陈锋手中的宝剑。好，那这野兽一般来讲，我们不加量词的时候，这头野兽不加量词表示这头野兽你正在聊这个野兽，或者这个东西离你很近你可以把量词省略，一般是一个比较口语的用法。通常这个东西离你很近，或你正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量词省略，不怕任何武器。好，武器可能是剑，可能是刀，可能是枪，这些都是武器，可能是手榴弹，这些都是武器。那野兽呢，只怕陈锋。好，陈锋是我们今天的勇士他是个男主角好，手中的宝剑。好，一般来讲，你们应该知道什么是剑。剑当然是一种武器这个就是剑，一把剑或一柄剑都可以好，那我们一般说这个剑很好，很锋利，我们可以叫这种剑叫宝剑，表示这个剑很锋利，很棒，很好的剑好，对，陈锋是 hero， 对。
陈峰的手里拿着2把剑。好，注意剑的量词哦，可以用把，可以用柄啊。你们会打柄吗？柄可以用柄啊，2柄剑。好，可以用这个字柄。好的，那这个我们中文也可以说双剑啊，因为有2把，对不对？所以是双剑啊，双剑。陈峰的手里拿着2柄剑或2把剑，或者你说陈峰的手里拿着双剑，双啊，好，你们应该知道双啊，双剑表示有2把剑。好，剑上发出红色的光，哇！所以这个剑啊，不是一般的剑，对，很好，双剑就是有2把剑。你们看一下陈峰手上的剑，哇，发出红色的光哦，有火在上面燃烧。好，这个一般我们点蜡烛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火在蜡烛上燃烧，所以燃烧是火正在就是火。比如说你们点火的时候，火就在燃烧OK，on fire， 燃烧好的，那你们看到这个图就知道了，这2把剑啊很特别，会发出红色的光，而且有火在上面燃烧好，那这2把剑是唯一可以杀掉怪兽的武器所以怪兽谁都不怕，他只怕陈峰手上的宝剑好的，为了拯救人类，陈峰决定挺身而出。他穿上披风和铠甲，准备战斗。好，那为了 in order to 拯救 save human beings 人类，为了拯救人类，陈峰决定挺身而出。好，如果你遇到了一些人被欺负了，或者你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你会挺身而出，你想要帮助那个人，你可以说挺身而出比如说你在路上遇到了有人欺负小女孩，你觉得这样不对，你可以挺身而出去帮助那个小女孩所以挺身而出就是看到别人遇到了困难的情况，看到别人遇到了危险，你决定出来帮助那个人，特别是当那个人被欺负的时候，我们会用挺身而出。所以这个词一般是你看到另外一个人被其他人欺负的时候，你想要去救那个人，你就可以挺身而出，特别用在这种情况看到别人被其他人欺负，你觉得你必须帮助那个人，你可以挺身而出去阻止这种事情发生好，我看到乔马了，欢迎，还有慧君好，那陈峰穿上披风，好，披风就是我们会把它披在肩膀上面如果你们有看过 Superman 超人有披风所以这个披风你们一定要会。好，这个像超人 Superman 他就有一个红色的披风，对不对？和铠甲。好，铠甲呢就像是这个图片里面这个人陈峰穿的铠甲，就是很坚硬的一种，不能说它是衣服它是一种可以保护，特别是在以前的人作战的时候，打仗的时候一定要穿铠甲。如果你穿了铠甲，可以保护你的身体不会受到伤害铠甲就是很坚硬的一种衣服好，铠甲准备战斗。好，他准备要跟谁战斗啊？跟怪兽战斗好，月光下，好，他们战斗的地点，你们看这个图片就知道了，是在黑夜里面，在月光底下，陈峰和怪兽面对面 face to face 面对面。你跟一个人面对面的时候，你们的眼睛会互看，你们的脸是在一起的，眼睛会互看对方面对面。好，怪兽
张开大嘴，露出尖尖的牙齿，扑向乘风。好，这里有很多词汇哦，你们平常学中文的时候学不到，通常看故事才会看到这些词汇，所以你们几乎没有学过这些词汇，非常重要哦。好，面对面第一个重要的词 face to face， 张开，张开大嘴，很大的嘴巴，露出 expose， 露出，当你张开嘴巴的时候就会露出来，对不对？ expose 就可以看到，露出就是可以看到了。好，露出尖，尖就是很锋利的哦。有一些野兽，像狗、狼，它们的牙齿很尖啊，尖尖的牙齿。扑，好，扑就是冲向一个人，扑向乘风。好，一般你扑的话，你会跳起来往那个人冲过去，扑啊。好，如果有野兽要攻击你，它也会扑向你啊。好，扑这个字特别重要，扑向。好，那当然野兽是要攻击乘风，所以它才会去扑向乘风。看起来像漫威勇士，对呀。好，乘风完全不害怕。好，完全就是一点也不的意思。好，谁帮我打一下？一点也不 ，not at all, completely。完全不就是一点也不啊 ，not at all， 一点也不害怕。所以这个完全不害怕就是一点也不害怕 ，not afraid at all。对，一点也不害怕啊，完全不害怕，一点也不害怕。他是一名勇士，他躲开了刚刚野兽扑向乘风。乘风不害怕，他躲。好，如果你躲开了，表示他没有真的扑到你身上，因为你躲开了。好，躲开了怪兽的攻击，然后跳到怪兽的背上。好，那么躲开攻击之后，他就跳上了怪兽的背，跳到怪兽的背上。好，就像这个样子，跳上怪兽的背。好，你也可以说跳到怪兽的背上。好，看起来这个勇士啊，他的动作很敏捷，速度很快，很厉害，对不对？他既不害怕，然后呢，他的动作也很敏捷，他躲开了攻击之后，跳到了怪兽的背上。好，乘风手上拿着双剑，对不对？所以他用两把剑刺进了怪兽的身体。好，那这个刺进就是你拿刀子或用剑锋利的东西刺进一个地方，通常是人或动物的身体里刺进啊。好 ，into 这个进有一点 into 的意思啊。好，刺进了怪兽的身体，怪兽发出一声巨响，哇，可能是怎么样的巨响呢？好，发出可以是发出声音，或者发出光，可以用发出。好，所以发出一声巨响，理查老师觉得会是怎么样的巨响呢？可能是这种感觉，因为怪兽的背被乘风用剑刺进去了，所以它可能会一声巨响。怪兽发出一声巨响，抖了几下，抖就是发抖。那一般来讲，你会可能这个怪兽受伤了，所以它发抖，抖了几下，然后倒在地上死了。好，所以这个怪兽呢受到了很严重的伤，然后就发出一声巨响，抖了几下，然后就倒在地上死了。好 ，OK， 所以这个好厉害，对不对？乘风非常的勇敢，而且他非常的厉害，非常棒，一下子就把怪兽给杀死了。好，乘风打败了怪兽，完成了任务。他是一名真正的勇士。好 ，OK， 对，怪兽重伤死了，很好。OK， 好的，你们是不是觉得乘风很厉害呢？好 ，OK，
故事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来问大家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头野兽来自哪里？好，这题应该很简单，对不对？这头怪兽是来自森林，还是来自山上，还是来自沙漠，还是来自高原？来自哪里呢？这头怪兽来自……好，有没有人记得故事的内容？非常好，外太空。好 ，outer space， 它不是地球的生物。这头野兽不是来自地球的生物，它是来自外太空的生物，我们可以叫它外星生物。外星生物，好。问题二，陈峰穿上了什么准备战斗？好，陈峰穿上了什么准备战斗？应该有2种东西，他穿上了2种东西。好，请问是什么呢？这2个东西希望大家可以用中文把它表达出来啊。这个一般你们在课本里是学不到这些词汇的啊。好，陈峰穿上了什么？他是穿上了背心，还是穿上了西装，还是穿上了牛仔裤，还是穿上了运动裤？哦，很好。Mandarin 说陈峰穿上了披风和铠甲，答对了。披风、铠甲，坚硬的衣服，铠甲，通常是打仗的时候会穿的铠甲。答对了，他穿上了披风和铠甲，然后他的手上拿着2把剑，对不对？好，问题3，陈峰的宝剑有什么特色？好，刚刚我们的故事里面呢，告诉我们陈峰的宝剑有2个特色，你们还记不记得？好，在我们考 HSKK 的时候，通常你看了文章要非常快的记得文章里面的重点哦。好，陈峰的宝剑有什么特色？故事里告诉我们，陈峰的宝剑会什么？然后上面有什么在？哇，有点难啊，这个题目有一点难啊。好，有没有人可以答对呢？哦，好厉害的裴静，剑上发出红色的光。第一个特色就是陈峰的剑上面会发出红色的光，我们可以发出声音，也可以发出光，所以陈峰的剑第一个特色会发出红色的光。第二个特色就是有火在上面燃烧，答对了，有 fire on the sword。这把剑发出了红色的光，这把剑有火在上面燃烧，对，上面有发火功能。好 ，OK， 所以2个特色，希望你们答对。第一个就是这把剑发出红色的光或光芒都可以。第二个特色，这把剑上面有火在燃烧哦。好，我们的故事结束了，我们来学习6个重要的单词。老师会把每一个单词念3遍，请你找出相对应的照片。好，第一个外太空，外太空，外太空。第二个词汇角，角，角。第3个词汇燃烧，燃烧，燃烧。好，披风，披风，披风在哪里？自己找啊。披风，铠甲，铠甲，铠甲。再来，躲开，躲开，躲开。好，有时候你打球的时候啊，如果有球向你飞过来，你要记得躲开，躲开哦。好 ，OK， 那么今天我们的故事就说到这儿。喜欢科幻故事吗？如果你喜欢科幻故事，你可以留言告诉老师科幻故事呢，好像这是第一个，对不对？很少讲科幻故事啊。喜欢的话，留言告诉我，
老师在找更多很棒的科幻故事给大家学习。好，那么我们礼拜四见咯，礼拜四是我们的 HSK 课程。晚安，早一点休息，拜拜。